This is the all-new Honda Civic， 它的售价已经确定了，现在分成 1.5E、1.5V 和 1.5RS， 售价分为125千、138千和144千。所以我现在在 Honda Civic 的正式发布会上面，今天就带来 Honda Civic RS， 还有 Civic1.5V， 就是中间 spec。那这个 RS 我之前已经做过一支 Sepang 的 test drive video， 还有在 Sepang 那边大概讲解一下它的内饰，所以今天我就快速的带过这个 RS， 因为今天的主角就是 1.5V， 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这个频道 and let's move on。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为什么 Honda Malaysia 这一次没有为这个 New Civic 加入 1.8 litre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而全车系从125千到144千都是 1.5 litre VTEC Turbo。那我们昨天跟这个日本的总工程师 Tomoyuki Yamagami 山上智行先生大概有了解一下，他们说啊，来到这个全新的 Civic， 他们想要把资源集中在 1.5 litre Turbo， 所以 1.8 litre 就不在这个 Civic 的 line out 上面。当然最主要的是在 marketing 上面了，因为 Honda Malaysia 透露这个第10代 Honda Civic 一共卖了66000辆，而这66000辆里面有超过 60% 的销量都是来自 1.5 litre VTEC Turbo， 所以综合考量之下 Honda Malaysia 就决定这一次不再提供 1.8 litre NA 版本，所以全车系都是这个 Turbo 引擎，182 PS 和240 Nm，comes with CVT 的变速箱，然后这个 V-Spec 跟RS 版本呢都有3个驾驶模式，有 Eco、Normal 跟 Sport， 还有 Paddle Shifter。我知道我上一支介绍 New Civic 内饰的那一支 video 讲到很赶，所以今天我比较没有这么赶，我就我们用听的来 feel 一下。这个是它的 dashboard Soft Touch Piano Black 硬的，然后这个是那个铁丝 ，OK， 它是plastic 的啦，不过你看起来像 aluminium 这样子。方向盘皮革红色缝线，还有钢琴烤漆 ，OK， 这种复合式皮革 plastic， 可是看起来像 carbon fiber 这样子。从 gear knob 这边一样有这种红色的缝线，还有这个 Ultra Suede。OK， 非常的有奥坎塔拉的 feel。那这个车子其实它是最 high spec 了的嘛。不过如果你真的是鸡蛋里挑骨头，你要嫌它就是没有那个12个 speaker 的 Bose 音响系统。不过马来西亚版本的 high spec Civic 呢，它的这个speaker 呢是8个 speaker， 也就是4个 speaker 加4个 tweeter， 没有 subwoofer， 然后原厂也没有透露说它的这个多少 watt 它的 amplifier， 它可能也未必会有 amplifier。再来就是 low spec 的，就是用这个7寸的荧幕，这是9寸嘛，所以那个是只有4个 speaker 呀，所以音响系统是你可能会要求它啦。不过我相信同级竞争对手，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个有8个 speaker 的啦。再来就是它没有玻璃天窗咯 ，OK。不过考量到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车子，一般上都不会给你玻璃天窗，所以整体上这个New Civic 的内饰啊，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 Continental Car 有欧洲车的味道，就是大大的降低了 plastic 感，提升了这种钢琴烤漆啊、soft touch 啊，还有皮革、Suede 材质等等。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跟前一代的 Civic， 跟上一代的 Civic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分别。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到 showroom 自己去 feel， 自己去 judge 一下，因为我不确定你过往开过什么车，看过什么车。不过相信我，以我的经验，这个 Civic 的内饰绝对不会令你失望。昨天我们在跟日本的总工程师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人问到他说，为什么这个 Civic 的车身轴距是2735，就是比上一代增加了35个 mm， 可是车内的空间并没有增加。那个35个 mm 到底跑去哪里啊？一般上车款把轴距加长，就是让后排有更多的 leg room， 所以它的 leg room 跟上一代是 remain 的，没有分别的。那总工程师就告诉我们啊，他们把这个 New Civic 的椅背往后倾斜了1度。那这个1度啊，它虽然是不是很明显，不过你坐下去的话，对我这个178cm的人来讲，确实是怎么讲？你会觉得更加的宽敞，更加的接近 Accord 这样子啦。然后2个 USB 接口、冷气出风口，60、40的东西全部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就这样。
New Civic 的行李箱空间有497 litre，可以说是同级的 C segment 车里面最大的。那现场提供了3个大、中、小的 luggage 给我们做 measurement， 所以我就放入这个是32寸大 luggage， 再放入一个中型的 luggage。OK， 最后我们再放入一个 cabin size luggage， 就是你坐飞机可以放上面的啦。OK，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Civic 啊，它除了在维持着车长的空间之外，行李箱空间也决定能够满足到你。那你问我的话，它可能灵活性不像 SUV 这样好，不过它确实是它能够塞的东西绝对不会输给那一种中小型的 crossover 啊，还是 SUV 等等。我觉得 Honda Civic 在马来西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这个市场 C segment 是还有救的，因为它很多的车厂都纷纷放弃掉 C segment 这个级距的车子，或者是不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你看到这个 Corolla 从泰国进口 ，Mazda 3从日本进口，其他你想得到的 C segment 基本上都是在国外进口来马来西亚的。所以因为上一代的 Honda Civic 在马来西亚有高达差不多60到70% 的 market share， 基本上就是一车独大了，就是一个 Civic 独霸了整个 C segment 的级距。那 Honda Malaysia 肯定是乘胜追击，在这个已经有很好的这个 facility 的情况下，继续的生产这个 Honda Civic， 而且让我蛮意外的是，它居然连 low spec 的也有加入 Honda Sensing， 并且取消掉 1.8。所以上一代的门槛是1.8 NA， 然后没有 Honda Sensing 什么还比较低，所以它连门槛都提高了。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车子啊，用来定义它 atas 不 atas 并不是它最 high spec 的车，而是它最 low spec 的车。所以instead我们去强调这个 RS， 其实我觉得 1.5E 呢，那个125千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考虑的，因为125千 with 这样子的东西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去看这个 Honda Civic 1.5 litre V spec。所以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1.5 litre V spec， 它比那个1.5 litre RS 便宜了6300块。所以坦白讲，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车子的时候，我觉得它比 RS 还要好看。因为你看过我之前2支介绍这个 Civic 的 video，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 RS， 不过也有一些人觉得 RS 它可能有一点高调，有一点太年轻了。那我刚才这样子看下去，这个 1.5V 的确，如果我要买 Civic 的话啦，我会买这个 1.5V。Why？ 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新 Civic 不存在 1.8 NA 或者 1.5 Turbo 的选择，因为全部都是 1.5 Turbo， 但是 Rim 就是最大的差别，因为最 low spec 的 1.5E 是16寸，这个 V 是17寸，那个 RA 是18寸，而且是一个 Matte Black 的轮圈。这个车子除了是小1寸之外，轮胎也不同了，因为那个 RA 用的是Michelin Pilot Sport 4的轮胎，这个就是 Continental Conti Max Contact MC5。那据我所知 ，Max Contact 呢也是一个强调 sporty 的轮胎了，因为 Premium Contact 那种可能才是我这样摸它的花纹是比较大块的。但是这个轮圈就可能它比较 ordinary， 比较普通一点，不像那个这样 sporty 这么年轻。昨天我们有跟日本工程师大概有聊一下了，因为他说其实 rim 的大小of course 你可以从17寸换去18寸，你要换19寸嘛可以。可是问题就是每一辆 Civic 每一个 spec 呢，它的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EPS 都是跟 rim set 好了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17寸换成18寸 ，sorry 你拿不到18寸的那一种 handling， 它的方向盘的转向，因为它已经在电脑里面 setting 好了的，所以这个也就让很多人可能想要自己换 rim 的会想一想，不是这买 high spec 咯，因为这个只是便宜6300块吧嘛 ，right？Sorry 因为我刚刚才拿到这个 brochure 罢了，所以我必须要看着讲。所以根据我这样子看呢，基本上这个1.5 litre V spec 跟 RS spec 是没有差别的，它们都是有 LED 大灯全车系都是用 LED 大灯，然后 Auto Headlight 全车系都有 ，LED 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 全车系都有 ，Front Fog Light 呢就只有 1.5V 跟 1.5 RS 有，最 low spec 那个是没有这个雾灯 Fog Light 的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在它的这个 logo 这边就没有掉那个 RS 的名牌当然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白色的关系啦，因为我在车帮看到的是那个是灰色还有红色，我没有看到这个白色，所以我觉得 New Civic with 这个白色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是最好看的一个颜色啦。车尾的部分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了，因为这个 1.5V spec 它是少了那个 trunk spoiler， 也就是那个黑色的腰尾翼。你看回去之前那一支 video 那个东西坦白讲我自己没有很喜欢那个 1.5 RS 的那个黑色的 trunk spoiler， 可是没有掉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画眉毛这样，不懂少了什么东西这样。
它给我感觉一种好像 B segment 这样子的感觉。但除了这个 trunk spoiler 之外呢，它的下面的 exhaust pipe 这边少了那个 chrome finisher， 就是没有那个 chrome 的边啊，所以它的这个 exhaust pipe 是比较裸的，比较赤裸的感觉。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觉得你喜欢这个车尾吗？还是你要那个鸭尾翼看起来比较 sporty？ 或者有些人觉得看起来比较 bang 一点啊？如果你打开 New Civic 的 brochure， 你要找 V 跟 RS 有什么分别，你真的要看很久。所以我大概扫描了一下呢，这个 V 版本的呢，它不是 RS 套装嘛，所以它就没有那个什么 Ultra Suede 的奥坎塔拉座椅，也没有红色的缝线，整体看起来就比较 premium， 没有这么 sporty。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挑 spec， 一样一样挑出来看的话，它就少了Auto Front Wiper， 就是它不会自己跟你水烧啦。再下来就是它没有 Front Foot Light，Front Foot Light 就是这个你的踏板这边可能有一个灯这样子啦，它就没有掉。So 没有分别了，9寸荧幕，8个 speaker， 然后全餐的这个Honda Sensing 的功能全部都有，只有 1.5E 呢没有 Honda Lane Watch， 也没有 Honda Connect 的系统，所以这个 1.5V 比 1.5E 多了这个 Honda Connect， 就是你可以用手机来连接它，进行一些操作等等。我觉得它真的是很 high spec 啊，这个 1.5V， 你看省了6300块 ，rim 小1寸。少掉什么 light 什么 Viper 啊，这种东西不是很重要啦。然后它的这个仪表板也跟基本上它就是 RS 罢了，它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 premium 比较低调的 RS 版 Civic。New Civic 一共有5个配色，分别是 Luna Silver Metallic， 还有这个 Platinum Viper， 还有 Meteor Grey Metallic、Crystal Black， 还有 Ignite Red Metallic。所以这5个颜色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Platinum White 的配色。所以今天是这个 Honda Civic 的马来西亚正式发布会，所以我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介绍这个 V Spec 还有 RS 版本，也是一个 first look。所以今天我的结论就是呢 ，V Spec 是最好的 spec， 最好看、最值得、最经济的一个款式。所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过年过后就有机会把这个 New Civic 开到山路，开到马路上面去试驾它。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搞定。Shall we? Wait, hold on. In case you want to go faster, I mean, I'll give about maybe like 5 seconds more, okay? 4, 3, 2, 1. Ready? Yep. Go. Okay, go. Free lap, Yep. Okay, and 3, 2, 1, action. OK， 所以我现在开着的是 All New Honda Civic 第11代的 Honda Civic， 它有182 PS 和240 Nm。OK， brake， OK corner。OK， so OK corner， test 它的 cornering。Right, to be honest， 我在还没有驾之前，我觉得好像跟上一代的 I mean chassis 可能是类似的东西。不过when你驾了过后，你可以2、3个corner你就知道这个 Civic 真的是有很大的 improvement。I mean improvement 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center of gravity 啊，你会觉得。